大家好，欢迎来到 Thinking Hat 思维小屋。这次我们将解释如何治愈过分担忧或过于敏感的性格，一共有8种方法。你是否曾因对某事过度关注而感到困扰？许多人可能在夜晚因为一些小事辗转反侧而无法入眠。实际上，过于敏感的性格与个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有关。只要稍微改变你现在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就能够治愈过于敏感的性格，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常常陷入烦恼之中，不能自拔。因此，我们将解释关于治愈过于敏感的性格的8种有效方法。通过观看这期视频，你将了解到过于敏感的人容易陷入的坏习惯，以及如何采取行动和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正题。第一种方法是放弃完美主义。过于敏感的人，多数的一个原因是完美主义。完美主义是一种对事物不容许有不足之处，追求完美状态的思维方式和性格。一旦陷入完美主义，他们就会努力完美地完成交付的工作，对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过于执着。结果是，一旦离理想中的自己有一点差距，就会感到焦虑，无法面对，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持续思虑，深陷其中。他们会为了达到理想中的自己而设定过高的目标，从而造成自己过于在意和完美主义的性格。如果你也拥有完美主义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对于工作上的交付要求完美，对数据输入错误后的事情过于在意，或者对交付期限推迟了5分钟，便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你希望成为一个对每个人都友善的完美主义者，或许会因为自己对父母发脾气而一直感到自责，或者因为拒绝朋友的邀请而感到内疚。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焦虑不安时，不妨考虑一下，你是否对自己的要求过高？如果发现自己的期望太高，试着说服自己放松下来，达到一般普通标准就可以了。这样就能够停止过于敏感和过分在意。通过这个方法，你可以消除自己内心的顽固性。第二种方法是停止与他人比较。敏感性格的人往往过分关注他人的动向，随时地查看他人的社交动态，并拿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这对于敏感性格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陷阱。根据丹麦幸福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越是长时间地关注他人社交媒体动态，人们就越容易感到不幸福。看着朋友圈里各种光鲜亮丽的照片，想想自己，常常会让人感到失落和自卑。如果你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不妨专注于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过多关注他人。不要让自己产生不必要的失落感和自卑感。第三种方法是认识到他人并不在意你。敏感性格的人往往会担心别人讨厌自己，过分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简单的说，当别人对你做了令你讨厌的事情时，你心里会一直想着那个人。然而，与你相处不愉快的人可能早就忘记了，而你却一直纠结在那个人和那件事情上。正如别人对你的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关心。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即使他们对你感兴趣，也不会注意到细枝末节。当你有这方面的担忧时，不妨告诉自己，别人其实并不太在意你。只要保持这种意识，周围的目光就不会再困扰你了。第4种方法是忽略自己设定的规则。那些过于担心的人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制定自己的规则。他们会自行设定一些绝对必须遵守的规则，比如不能做某事，或者必须以某种方式行事，最终可能会束缚自己。
例如，他们认为工作必须全力以赴，必须对周围的人友善，不能让父母担心或生气等。这些规则只是个人设定的，在面对困难时，适度的放松是可以的，不必太过拘泥于自己所设定的规则。追求理想的自己是好事，但过分担忧可能会导致心理崩溃，产生许多不好的情绪。因此，最好不要过分关注自己随意设定的规则，破坏规则并不会怎么样，只要不违反法律，可以考虑更加放松的心态对待自己。第5种方法是避免负面信息。负面信息的输入会增加焦虑，使人更加担心。例如，看到关于抑郁症患者增加的新闻，可能会让人担心自己的心理状态，或者听到犯罪率增加的消息，可能会让人害怕外出。对于那些容易过于担忧和敏感的人来说，有必要有意识地避免负面信息。尤其是电视节目中的新闻或综艺节目，通常充斥着犯罪和疾病等负面信息。建议只看自己需要的新闻，如果觉得某个节目过于沉重，可以换到更轻松愉快的频道。第6种方法是承认担忧是浪费时间。2009年，挪威科技大学对与担忧有关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得出了3个共同点。第一个是承认担忧是浪费时间的观点。担心过多的人往往认为担忧是一种好事。他们认为如果不担心，就无法避免未来的危险，而担心是很重要的。确实，担忧和焦虑这种情绪本身是有益的，它能促使人对未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例如，担心面试，可以进行面试前的准备和练习，如果担心考试，可能会更好地进行复习。然而，当担忧或焦虑导致的自我批判，就会产生问题。如果在担心面试时自我设限，担心没有学历而陷入沮丧，或在需要别人帮助时，因为怕被拒绝而停止求助，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担忧。尤其是自我批判的担忧，会导致与他人的联系中断，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努力避免那些可能断开与他人联系的自我批判或不必要的担忧，集中注意力在当下。第7种方法是通过专注当下来减轻担忧，这是前面提到的挪威研究的第2个要点。过于担忧的人往往会忽视当前要做的事情，而过度关注过去或未来。实际上，如果能够集中注意力在眼前的事情上，担忧的情绪就会自然消失。例如，如果我们担心在面试中失败，那么可以进行问答的练习，提前熨烫要穿的西装等。只要能够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就能够减轻担忧的情绪。同样，如果担心将来会生病，从现在开始，可以注意饮食，专注于运动，也能够减轻担忧的情绪。总体来说，担忧情绪本质上是为了促使人们有所行动的。所以，当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担忧时，尽量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完成当下需要做的事情。如果能够集中注意力在眼前的事情上，过度担忧的情绪也会自然而然地消解。因为过于敏感的人往往试图通过努力分散注意力来回避担忧和不安的情绪。正如前面所说，为了解决担忧，采取行动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大多数人虽然口头上表达担忧，但却不采取任何解决问题的行动，而是尝试通过简单的方式分散注意力。这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负面分散。例如，明知未来的财务状况令人担忧，却不努力提高收入，而是选择看电视或打游戏来消除担忧和焦虑。这些活动可以暂时让人们感到愉悦，忘记烦恼，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这只是一种短期内转移注意力的行为。从长远来看，实际上会延长焦虑感，
起到反作用。当你感到焦虑不安时，检查一下你所采取的行为是否只是一种短期的负面分散。如果是负面分散，就要切换到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行动上。例如，如果你担心未来的财务状况，可以尝试兼职工作，或者记录家庭账目以节省开支。如果直接采取行动会感觉困难，那么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负面分散。接下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本文介绍了纠正过分担忧性格的8种方法。作为治愈过分担忧的方法，有放弃完美主义，停止与他人比较，意识到他人对自己没有那么关注，忽略自己设定的负面规则，避免消极分散，承认担忧是浪费时间，集中注意力在当下，以及注意到负面分散。如果你对过分担忧的性格感到困扰，不妨参考这段视频，思考一下其中的建议，尝试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记住，每个人都在不断成长和学习，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但是通过努力，你可以培养更健康、更平和的心态。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主题或者有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心理学知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